关于关税的问题，很多人不清楚这到底是战略还是川普的一种谈判策略，或者说真心实意的想法。因为白宫传达出两种信息，一种是彼得·纳瓦罗派的观点，他们认为关税本身就是目的，是重建受外国竞争影响的美国产业的一种方式。另一种观点更倾向于财政部长的看法，认为关税是战略性的，是施压的手段，是为了从其他国家那里获得有意义的让步，促使他们做出改变。到底是哪一种呢？我认为两者兼有，而且我认为两者都是合理的。我认为有些产业对美国的未来至关重要，我们必须具备国内生产能力，我们必须能够建造舰船，必须能够从事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事，比如发展制药产业。还有一个更广泛的问题，那就是当前全球贸易的状况对美国是否公平。不幸的是，在多个政府和两党的总统领导下，尤其是在1991年之后，我们已经允许非常危险的贸易失衡状况出现。我在世界各地旅行时发现，几乎在每个我去的国家，你都看不到美国汽车。很多美国产品不允许进入这些国家，有时是因为关税，有时是因为非关税壁垒，他们设置了各种各样的障碍。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也许50年前，当这些国家还很贫穷，还在发展中，我们希望他们不会落入苏联的势力范围时，这么做还情有可原。但现在他们已经是发达经济体了。欧盟，如果你把欧盟看作一个整体，它的经济规模和美国相当，这些都是发达经济体。为什么欧盟和美国这两个发达经济体之间会存在如此巨大的贸易失衡？这是不可持续的，需要重新调整，需要解决。就中国而言，它是一个出口导向型经济体。他们可以随意向美国倾销商品，但却严格限制我们的出口，这是不可持续的，必须解决。我们不能再花10年时间来想办法，而只有1-2年、2-3年时间了。所以我认为，这既包括我们需要在国内发展和保护的产业，也包括更广泛的重置全球贸易基线的问题，以确保其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据报道，财政部长今天在摩根大通的闭门峰会上告诉投资者，我引用他的话，他说将会有一个降级。然后我读到他说，在不久的将来，川普总统与中国的贸易战将会降级。然后他补充说，没有人认为目前的现状是可持续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可以期待什么？我无法转述他说了什么，我不在那个会议上，而且我当然不能代表国务院发言。国务院不负责关税谈判，但我要说的是，当人们在讨论关税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时，关税同样也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中国的经济是出口导向型的，他们的整个经济不是建立在国内消费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他们能大量生产并倾销到世界各地的商品之上。世界各地都受到了影响，欧洲人不得不阻止他们向欧洲销售电动汽车，否则欧洲的电动汽车产业就要被摧毁了。所以我认为中国正在付出沉重的代价，因此我就不评论财政部长的讲话了。是的，中国方面也存在脆弱性，但在某种程度上，这个问题必须被提上议事日程，因为中美之间存在的贸易不平衡和不公平是根本无法持续的，不仅仅是无法持续，而且是危险的，它在地缘政治上是危险的，必须面对，我们不能再等了，我们已经允许这种情况持续了25年，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否则我们最终会生活在一个在安全和繁荣方面依赖中国的世界里，这不是我们打算留给子孙后代的世界。中国是美国面临的首要国防挑战吗？我认为中国在各个方面都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包括地缘政治、国家安全、经济和工业。总统一直都这么说，我也同意。我们不怪中国，如果我们是中国领导人，我们也会做同样的事情，是美国和世界各国的之前的领导人，让他们有机可乘，允许他们作弊、偷窃，获得这些不公平的优势。他们当然会利用这些机会，他们为什么不这么做呢？但现在必须纠正这些问题，必须解决。我们客观地看一下我们和中国的地位对比。美国海军的规模是自1战以来最小的，陆军是2战以来最小的，空军的规模也比以前小的，而且更加老化。与此同时，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陆军和海军，他们1个月建造的舰船，我想这会让人震惊，比我们1年建造的还要多。而与此同时，我们还在削减国防开支。我们到底在为可能与中国发生的战争做哪些准备？如果真的开战，我们能打赢吗？
我们要做的是阻止中国发动战争，要足够强大，让他们明白他们永远无法战胜美国，与中国开战将是一件可怕的事情，而阻止它的最好方法就是，如果我是中国，我看到这个现实的话，我会想，我可能会打赢这场战争。好的，这就是危险之处，因为中国正在进行有史以来不只是现代史，而是有史以来和平时期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军事扩张。与此同时，由于种种原因，美国已经落后。以海军为例，我们没有造船工业，美国有一些造船业，但规模远不及中国。不仅仅是我们没有在这方面投入资金，而是因为我们允许国家去工业化，导致我们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我们允许美国去工业化，特别是自1991年以来，由于自由贸易协定以及我们允许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出现的作弊行为，导致了我们的去工业化。我们现在不仅仅是造不出船，波音公司生产飞机都很困难，我们不能生产药品。我们国家所依赖的大部分药品，其中88%的活性成分都依赖中国。你可以逐一列举各种问题，你会发现不仅仅是我们没有投入资金，而是因为那些本应在国内生产的产业早已消失，外包到了其他地方。主要就是中国，这很危险，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在你的参议院确认听证会上，你提到战后全球秩序不仅已经过时，而且还被当作对付我们的武器。现在我们被召唤要在混乱中建立一个自由世界。我认为很多人对我们是如何走到战后全球秩序已经过时这一步有着不同的解释，但每个人都看到了这个现实。并且我认为来自政治光谱上许多不同观点的人都对此感到焦虑和担忧，想知道什么将取而代之。我认为现在有些人觉得美国似乎已经接受了衰落的地位，并且我们正处于一种可控的衰落之中。所以我想问你们两个问题：我们是否真的在衰落？我们的领导者的角色是否只是尽可能地管理这种衰落？第二个问题是，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新的世界秩序会是什么样的？美国在其中的地位有哪些参数？美国衰落的唯一原因就是我们自己做了错误的决定，并且还允许这些错误持续下去。我认为在乔拜登以及之前的几届政府领导下，我们走上了一条衰落的道路。我认为川普总统现在正在做的就是解决导致衰落的原因。你提到了后冷战时代以及它为什么不好。那个后冷战时代基本上认为自由贸易高于一切，但现在我们已经认识到有些产业对一个国家及其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至关重要，你必须能够在国内拥有这些产业，不能依赖外国的供应。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贸易领域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们已经意识到，大规模移民是我们无法容忍的，它会破坏你的国家，破坏你的安全，所以必须解决这个问题。看看我们在世界各地的盟友，我明白，有些国家拥有庞大的社会保障体系，需要缴纳高额税款来维持，但在国防安全上的投入却很少。因为有美国在背后支持，这种情况无法持续，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必须纠正。刚才我们提到了北约，想想世界上正在发生的所有冲突，我们必须分清轻重缓急。我认为，如果我们国家的力量过于分散，基本上试图在地球上5大冲突中都投入100%的精力，即使对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来说，也会开始耗尽资源，过度扩张，力不从心。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开始正视这些挑战，这些可能导致美国衰落的挑战，不是因为其他国家，而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做好的事情，包括重建我们在国内的工业能力。最后一点是，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时代，我们的外交政策必须更加专注、更加务实和更加平衡。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明确定义什么是我们的国家利益，记住问题的关键是什么，然后我们必须追求它。这意味着要平衡过去没有平衡的事情。过去推广民主或人权是不惜一切代价的，我们不是要放弃民主，也不是要放弃人权，我们只是说，在决定把时间和金钱花在哪里的时候，必须要整体考量。